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上一期视频咱们这一个某米四这个也叫超级硅吧，这个40瓦的双口充电器评测的所有数据咱们都放出来了。这个充电器从文波来看，确实是比苹果的原装充电器要好很多，因为苹果的原装充电器我们测出来的文波大概在80到100毫伏之间，这一个的话文波只有20-30毫伏，做得非常到位。但是的话，想要它的大功率40瓦的话，估计是很难的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部的用料是怎么样的，用的是什么样的碳化硅的元器件，我们来拆解看一下。直接用切割机从这里把它切开，切的差不多了，咱们就直接撬开，这个充电器就露出了它的真容。这是它的折叠插头部分，这里是通过卡扣的方式把主板卡在这个上面的2颗螺丝进行固定。这就是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的一个主板，这里是220伏的输入端的触点，这边是初级，这边次级，次级分别是2块独立的小板构成的一个输出端。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把它全部拆散。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个充电器所有的元器件。我们现在就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充电器。折叠插脚簧片部分，它用的是可吸磁的金属材料，折叠插头为不吸磁的铜质材料。这是输入端一个白色贴片式保险丝，来自成立于2003年，聚焦中高端电子、电力电路保护元件的公司东莞市贝特电子科技。这个保险丝是贝特电子244系列贴片式保险丝，规格是2安，耐压250伏，适应5D-7，抗浪涌热敏电阻，防止插座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这个是输入端的供膜电感，采用绝缘线和气泡线2种线材进行绕制，外部套有热收管进行保护，底部有绝缘支架进行支撑。整流桥用于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它的适应型号是 WRABS20MG， 来自成立于2007年专注于分立半导体器件及研发的企业深圳市沃尔德实业。这个整流桥的规格是2安，耐压1000伏。这是输入端的3颗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其中这2颗是来自成立于2001年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电容制造商深圳市宇光电子科技。这2颗规格为15微法，耐压400伏，属于宇光电子 KM 系列笔筒型电解电容。另外1颗来自一家专业铝电解电容、固态电容开发、设计、制造及销售一体化的公司湖南益阳的万金源电子，成立于2005年。这1颗电容的规格是27微法，耐压400伏，属于万金源电子 WH 系列标准电解电容。3颗电容的总容量达到57微法。这1颗是滤波用的一个工字插膜电感，外部有热收管套住进行保护，内部工字磁芯用气泡线进行绕制。这1颗6角芯片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控芯片，它的适应型号是 2687B， 来自创立于2017年，致力于高性能模拟和混合信号集成电路设计、研发、销售与技术服务的公司深圳市茂瑞新科技。这1颗芯片是一款集成了多模式工作方式的 PWM 控制器芯片，支持10至88伏宽范围 VCC 工作电压，支持 PD/PPS 3.3至20伏的输出变化过程，无需额外的稳压电路，提供全面的保护功能，包括副边 SR 短路保护以及输入电压 OVP 保护等等，确保适配器安全可靠。主控芯片旁边的这1颗适应型号 LH65R550 的开关管，采用的是 ASOT 223的封装。这个管子命名规则很像是来自深圳力宏微电子的产品，但是我去力宏微官网没有查到这个管子的资料。这是1颗 SI MOSFET， 也叫超节 MOSFET， 也就是官方宣传的超级硅半导体吧，不是碳化硅半导体。这里我跟大家一样被误导了。SI 超节 MOSFET 和 SiC 碳化硅 MOSFET 还是有区别的。
这里咱们就不一一列出来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找度量。这个超级 MOS 的规格，看适应的话，应该是耐压650伏，内部导组在550毫左右。为主控芯片供电的一颗迷你的电解电容，一样的是来自宇光电子的，这个电容的规格是 4.7 微法，耐压50伏。这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这两个是次级的输出端，这边是初级的输入端。变压器外部有胶带缠绕进行保护，这上面有厂家的适应信息。这一颗用于抗干扰的蓝色安硅电容，品牌来自成立于2013年，专业生产各种薄膜电容的厂家东莞晨曦电子。用于输出电压反馈的光电耦合器，适应型号 EL1018，来自成立于1983年，全球知名的LED 产品生产商台湾亿光电子。这一颗光耦是亿光 EL101X 系列光电耦合器。这一部分就是这个充电器的次级输出端，两个次级输出小板中间用这个黑色的塑料片进行隔离，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黑色的塑料片进行初次级隔离。次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一样的来自深圳茂瑞新科技，它的适应型号是 MK1716。这是一款高性能的同步整流功率开关管，内部集成16毫欧耐压100伏的 NMOS， 适用于隔离型同步整流应用，兼容 CCM、DCM 和 QR 模式，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供电电路，无需额外的辅助绕组供电，支持10纳秒关断延时以及高达4安的下拉电流，帮助系统可靠的工作于 CCM 模式，并且自主检测 DCM 正零，防止误开通，可用于快充充电器、多口排插、小体积适备器等等。次级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2颗，有一颗用黑色的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厂家的话都是来自 JSH 湖南益阳的万金源电子，规格是330微法和220微法，耐压都是25伏，属于万金源 PZ 系列充电器专用高分子固态电容。这一颗适应 32P10-MS 的芯片是一颗 MCU 芯片，来自一家集感知、计算、控制、连接于一体的全信号链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深圳星海科技，成立于2003年。这是一颗内置12位 ADC 的8位 MCU， 用于充电器内部温度检测及自动功率控制、双口功率分配等功能。这一根就是配合 MCU 使用的一根检测充电器内部温度的热敏电阻探头。2块次级输出端的小板，上面的元件都是一样的。USB 协议芯片适应型号都是 SW3526， 来自成立于2014年一家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领域的数模混合芯片设计企业珠海智融科技。这是一颗内置丰富协议功能的 USB 充电芯片，内部集成 3.5 安高效率同步整流降压转换器，支持 CC-CV 模式，外部仅需少量器件即可组成完整的高性能多快充协议的充电解决方案，内置多种保护机制，保证适配器的可靠性。小板上面2颗降压电感，外部都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内部的磁芯是黑色，用气泡线进行扰制。2个小板上面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都是来自 JSH 湖南益阳的万金源电子，2颗的规格都是220微法，耐压25伏，也是万金源的 PZ 系列充电器专用高分子固态电容。USB-C 的连接器也是一样的，内部的舌片都是橙色，内部做工细节的话也还算是可以吧。充电器壳体内部有 GJ2 的标识，这个应该是厂家的内部标识。充电器的盖体上面也有 GJ-5 的标识。这就是这个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的所有内容。文波控制十分到位，比原装20瓦的充电器文波低很多。还有它可以兼容米家的20多瓦的功率和华为的18瓦功率，这一点也是比较可以的。价格的话偏贵，不过相当于买了2个18瓦苹果原装的充电器，也还是不错的。起码同时可以给2部苹果手机进行快充。还有这个 SSI 并不是碳化硅，不要跟我一样误解成 SIC 碳化硅。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